大家好，我是云飞。近2年来，购买小米、红米新机的用户应该都吃上了澎湃2。之前我们一直在更新关于小米手机的隐藏小功能，这次咱也不例外。我挖掘了一些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隐藏功能，或者说是小技巧。实话说，有很多在我自己没找到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的啊，应该可以帮助你了解你的手机，帮你更好的玩耍。那么点收藏，转发给你们米系朋友，看看他们知道多少啊。 因为是澎湃2的新功能，所以以前那些老的隐藏功能我这就不重复了。我这里使用小米15来做演示，系统版本是目前的最新。那么这就开始。首先是我们的锁屏界面，大家左右下角的功能键一般都是手电筒和相机，有的人用着很方便，但有的人是几乎不用。那么能不能自己设置新的功能呢？包有的啊。 来到设置，找到锁屏，进入之后点击自定义快捷键的一个按钮，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这些还是挺多的啊。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和喜好来选择，比如说我设置的就是左边笔记，右边录音，都可以上滑直接开始。作为快捷方式来说，是真的很棒了。 第二个就是状态栏图标自定义，这个应该有很多人知道。如果你觉得你的状态栏右侧东西太多，那么可以去设置里面的通知语状态栏，找到图标显示自定义，在这里面你就可以自定义哪些图标是可以显示在右侧。比如说闹钟，我就设置了关闭，因为它一直要占一个位置，而且也可以在上面设置左侧的图标数量。 第3个是桌面的壁纸，如果你觉得目前壁纸影响到你看图标了，那么现在除了换壁纸，还可以直接把壁纸模糊掉，在桌面空白处长按选择壁纸效果，然后开启壁纸模糊，即可实现桌面壁纸的一个模糊效果。第4个是切换无字模式，这个是很早就有的功能，但实际用起来我发现有些图标不看字是真的不一定好找，但如果开有字的话，小部件上面也有。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在桌面空白处长按进入编辑，在右下角的设置中切换文字 显示模式，目前我经常用的就是仅小部件无字，用起来相对来说会更舒服一点吧。第5个就是大家老说的手势提示线，这个东西很多人不喜欢，觉得沉浸感一般。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开启全面屏手势之后，可以在设置显示中启用隐藏手势提示线，让底部的这个小白条消失。然后隐藏之后，我们会发现软件显示的界面还更 长一点了，个人感觉微信和其他软件都更沉浸了，还是改一下这个视觉效果会更好一点。但切换应用的话，就需要往上稍微滑一点再切换了，会比有小白条的时候更难用一点。然后小爱的双击长按小白条的这个功能也就没有了啊，但我一般都是用电源键，这个问题倒不大。第6个是手电筒，它支持调整亮度了，下拉控制中心长按手电筒进入，在这个旋钮这里就可以直接调整亮度。这个我记得很早之前的小米手机它就支持来着，不知道是哪一代没有了。 这一代终于是加回来了，在有些时候可以调，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接下来第7个还是有点东西的，就是我们的小爱它有记忆功能啦。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叫小爱记住我们的身份证、记住 WiFi 密码这些东西。记住摄影师云飞的 WiFi 密码是123456788，云飞云飞。 记住身份证，可以在屏幕上打开自己的身份证图片，然后叫小爱记住。需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叫小爱给我们对应的记忆，这还是非常实用的。第8个也是一个 AI 功能，我们需要到日历的设置去开启 AI 日程提取功能。这个功能可以智能提取短信中的火车、航班， 还有那个住宿这些信息，我来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在我们的手机短信接收到了酒店信息之后，我们的日历就会自动创建日程，这个还是非常智能的。这对于经常使用日程功能的人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第9个是相机界面的自定义颜色，打开相机，取景框下滑，找到设置，在相机的设置页面里面找到通用，选择色彩就可以自定义相机界面的颜色，让我们的拍摄稍微的更骚那么一点点。第10个是相册界面。 文件夹视图，改了之后大家都不喜欢啊，于是现在有了取消那年今日的这个功能，但依然解决不了我们日常使用相册的问题。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图片的文件是保存在特定的文件夹的，像身份的资料、截图、录屏等等。那怎样才能让我们快速找到想要的东西呢？我建议可以在相册里面找到自己常用的文件夹，然后长按它选择置顶。这对于一些高频使用的文件夹来说，简直就是救赎。还有一些我找到的小功能，比如说在开发者选项里面有一个时间悬浮窗的功能，可以在桌面显示时间悬浮窗，以10分秒3段显示，方便查看精确的时间。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叫小爱清灰。这都很不错。但真正好用的功能是这个视频工具箱，在我们打开视频电话的时候，就直接可以给我们美颜，也可以直接给我们
打上补光灯，还可以在视频通话的时候开启特效，一些常见的手势它都有，还是蛮好玩的。上面的那些只能说有点好玩，但下面这个同声传译就真的很不错了。这个功能只需要一方开启，比如说我们在设置里面设置中英文同声传译，那么我们说完中文之后，系统就会自动翻译成英文念给对面。对面说了英文之后，在我们这边不仅可以看到他说了什么，还可以直接听到对应的中文翻译。这个功能就确实有点东西。好，现在我们正在为大家演示的是小米的这个同声传译。我这边说中文，然后另一边的话是直接 AI 给我们生成的这个英文，用来模拟这个中文和英文的一个视频通话。然后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英文的翻译程度，然后还有这个生成的速度。Well, okay, now we are demonstrating to you what is Xiaomi's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I speak Chinese here. And then the other side is directly AI-generated English to simulate this Chinese and English video call. And then you can feel the translation degree of this English. And then there is the speed of this generation. So, how do you think the generated English sounds? 那么你认为生成的英语发音如何呢？之前我是不知道有小米系统，就确实有些小功能它做的还是非常齐全的。澎湃可能在流畅度和其他体验上稍微差一点，但系统更新了这么多，确实有蛮多还不错的功能，从锁屏到小爱，从视觉到交互，每一个细节都安插小吃，让手机不仅能用，更能玩。真正会玩手机的人，往往就是那些能发现这些藏在角落里面的小功能，用最简单的操作获取最极致的体验。这就是我最近翻手机了解到的一些小技巧，可能称不上有多隐藏，但应该是有蛮多功能大家不一定知道，还是希望可以帮助你了解你的手机系统。当然这肯定不是全部，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你们玩到的一些实用的小技巧，希望这些视频内容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的手机。最后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欢迎留言。我是云飞，那么记得点赞收藏，那怎么下期视频再见。